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，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，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。当人潮渐渐消散，谁陪你度过心慌？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，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、善良和勇敢。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，用爱播种希望。喜乐无常，内心却感动满满。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，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。每个人都是天使，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。医院会为病人提供治疗式饮食，比如患上肾功能衰竭的糖尿病病人，医院就会准备低热量及低蛋白的食物。你一定要记住，病人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教育病人和家属正确饮食的重要性。还有啊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新的护理知识、新的护理技能，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啊，跟上这个医学的发展啊，不只是医生的责任呐，我们护士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们要多多向这位得到总统护士奖的 Mr. 谢学习。拜托啊，人家呢是来学习护理的，不是来学拍马屁的啊。说实话嘛。你干嘛用我的被子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你的，没有写名字。没有写名字，那百货公司里头呢有很多杯子没有写名字啊，你干嘛不去那边拿只不过是一个杯子，有什么大惊？Shut up 啦，还给我。要不然我帮你。不用了。只不过是个杯子，干嘛要发脾气啊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我反应太大了。心情不好？这个杯子啊，是我老婆送给我的。Ben，你不明白的啦。这些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不会再犯了。这不是你的错了啊！我身为你的 instructor， 我没有交代你们不可以乱碰他的东西，是我的错。这一点说的没错。至于你呢，刚才我的反应真的是太大了，我不应该乱发脾气 ，I'm sorry。人家没有你那么小气。啊 ，shut up 啦！我知道呢，我是有很多缺点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的老婆也不会受我的气了。哦，原来是跟 Sister 官吵架，这也难怪你心情不好。如果真的是吵架，那就好了。他现在跟我冷战啊，我跟你讲，很辛苦啊，害得我呢睡不着又吃不下，简直是折磨。这点我同意，冷战是最伤感情的，要快点破冰哦。师傅啊，女人是要被哄的。啊，他现在话都不跟我说，我怎么哄他？破冰啊，很简单嘛。有没有听过壁咚？壁虎我就听过了。喂，他没有听过壁咚，我示范给他看。不用，我知道什么是壁咚，你对他示范就好了。站起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干嘛？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。什么 cannot 啊？你们干嘛？你们笑什么啊？喂，这是百试百灵的绝招啊！电视剧里的女主角都是这样被男主角融化的嘛。你知不知道啊？那个 sister 关起来哈，他是 Taekwondo black belt 啦。如果我真的那么做的话，肯定啊，他会打死我喽。还有你呢，你的笑点真的是很低哦，从刚才一直笑到现在，那么好笑没 ？Sorry， 所以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，Sister 官这么生气啊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啦，小事一桩而已嘛。哎，有时候你们男人觉得是小事，我们女人不这么觉得哦。
OK， 我跟你讲啊，我请他去看电影，可是我临时有事，不能去，爽约了。That's it。我看你不是临时有事吧？你是不想抽钱出来？啥啦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我觉得 Mr. 谢你现在呢需要跟 Sister 关诚意的道歉，然后再请他去看一部电影。请他看电影，看来有人又要不开心了啊。哦，那就要看 Mr. 谢觉得自己开心重要，还是让老婆开心重要喽。OK， 血压、心跳都很正常，瞳孔对光的反应不是很灵活，他的中枢神经已经开始退化了。右手怎么会有月经的？这2个礼拜，我妈晚上都睡不着，我哄她睡，她一生气就……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做日落症候群，患者通常会在傍晚开始就会觉得比较烦躁，那医生会开药给他缓解他的退化速度。你从今天开始，白天不要让他睡觉，到了晚上他自然就会睡得比较熟，慢慢的他的生活作息就会调整回来了。白天我需要工作，她一个人在家不睡能做什么？你可以带他去失智症日间看护中心啊，那里有很多活动可以安排给他，而且有津贴，费用不会很高的。其实本地有很多管道可以帮助照顾失智症老人，你不用一个人孤军作战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啊。谢谢你，Sister 关，小心点啊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应该还没有吃饭哦。我煮了你喜欢吃的3杯鸡，我们一起吃饭好吗？我已经约到的超吃了。你是说那个白发超啊？只有你们2个人啊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人家都已经当爷爷了哎。哦，我不是担心那个，我担心的是啊，因为白发超啊是你的长辈吧，所以是谁给钱，你给还是他给啊？不用你管啦，我还要看下一个病人呢。既然是这样子啊，好喽，没有办法喽，我自己吃喽。Your loss， 拜。亲爱的，原来你要的是2个人共享甜蜜时光的浪漫，请原谅我脑蠢人粗，现在才明白。今晚我诚心邀你共赴一场光和影的盛会，求答应。不错的，爸爸莎。知道你不会带我来看电影吗？哎呀，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跟你说，你即将要看的呢，就是结合了光和影的水幕表演。不瞒你说，很多人呢来到新加坡都会来看这出表演的。他们说看了之后觉得叹为观止，如痴如醉。这些都是网上写的啦。那如果不好看呢？如果不好看的话，回家我就跟不错演一幕给你看啊。哎呀，这是一个笑话 ，really？ 不错的，妈妈，你终于笑了。我跟你讲了，哇，这几天啊，你跟我冷战的时候，真的是度日如年了。以后拜托你了哈，Please don't do that anymore, please。谁叫你了？去哪里都不说，做什么也不要告诉我。OK， 为了这件事呢，我要跟你讲说，对不起，I'm very sorry。不过啊，真的有些东西啊。真的是你不知道比较好啦，所以我到底是去了哪里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，我只能请求你相信我了。好吧，这件事情我不追究了。Yes。但是以后我就选你啦， What？ 去哪里都不说，做什么也不说了。喂，你带不错去我爸的家啦？没有啦，在大姐那边。
不是说好带她去我爸的家了吗？大姐那边也一样啊，大姐是她的干妈嘞。她生病啊，需要休息的。放心好了，大姐那边有很多帮手的。你看她 Big Sister Wong 也回来了，还有 Mother Wong 啊，哎呦，刚才他们看到不错的时候，他们是开心到不行啊。嘿，开始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比电影还要好啊？这里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凉风习习。重点是免费对吗？不如我们定的嘞。根据统计，在医院急诊部就医的65岁以上的患者，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跌倒，所以预防老人跌倒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但除了环境的因素，有谁知道有哪一些内在因素会导致老人跌倒？我知道，肌肉退化还有血压不稳定。很好。那除了这2个原因呢，有慢性疾病和认知能力障碍的老人也比较容易跌倒，还有搀扶老人也需要方法的。你们来示范一下吧。苏小姐，我现在扶你起来，头会晕吗？不会。我们慢慢下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是我自己太重。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以一颗沉重的心宣布，我们的病人脚断了。稍微，没关系啦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的。其实实习中遇到难题是难免的，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好。每一天进步一点点，一定可以成为心灵手巧的好护士。其实官，我会好好向你看齐。米西亚，美登哥，怎么了？我要喝水。美登哥，你要喝水可以自己倒啊。我怕麻烦嘛，不是叫你咯。不能怕麻烦，有些简单的事情要自己做，要不然会产生依赖性。叫你做一点东西，你就讲东讲西，什么都要我自己做，因为请来干嘛的 ？Madam 哥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都是为你好。sorry，整天只会讲 sorry， 你要 sorry 最好 sorry 远一点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啊。Madam 哥啊，苏丽呢是我们的见习护士，年纪还轻，不会讲话，你就多包容咯啊。Kid， 你监督苏丽啊，替 Madam 哥打针啊。啊，你叫他，他只是个学生人呢，什么都不懂，只会 sorry， 我不要的啊，你要叫那种巴子来跟我打的啊。Madam 哥啊，所有的见习护士呢，都需要经过实习阶段的。如果你不给他们练习的机会，累积经验，哪里可能会有像我这种护士有 Buster 来照顾你呢 ？Madam 哥啊，你也是有孩子的嘛，将心比心啦。如果说苏丽是你的女儿的话，你会这样对她吗？好了，算了，死就死了。哎呦，大吉利是不要讲死这个字啦，你放心好了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安全的医疗步骤。再说啊，我们所有的见习护士呢都有经过正统的训练啊，旁边呢都有一个 staff nurse 从旁指导，确保你们的安全。那病人的安危呢，永远都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。还是你比较会讲话啦。姜是老的辣嘛，对不对？OK， 我们开始吧。干嘛？你饿到？你几天没有吃饭了？不是几天，是半天没吃东西。我的习惯是每2个小时进食一次，要不然会觉得全身都不舒服。你怎么吃还可以这么瘦啊 ？Sorry 哈，我大量运动，要不然早就变成大胖子了。Sorry 哈，我在外面又听到你讲 sorry 了。喂，你出生的时候啊，一定常常说 sorry， 所以你妈才帮你取苏丽这个名字。有可能哦，我回去问我妈妈。Mr. 谢，你的三文治是自己做的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是啊，这个面包是我自己烘的，干嘛你想吃啊？如果你请我，我当然不介意。你不是刚吃饱吗？我最喜欢品尝别人自己煮的菜，别有风味，有钱都买不到。既然是这样子呢，我的这一份呢，就给你吃吧。谢谢。哇，听你说谢谢啊，就好过听你讲 sorry 啊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做护士的呢，就是在医疗服务的最前线啊。我们的职责呢，就是救死扶伤，照顾病人。你要记得一点啊，就是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说话一定要婉转一点，
不要到事后啊才讲什么 sorry sorry， 那是于事无补的啊。不过我觉得苏丽做的不错啊，她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勉之，我会记住的。哇，华文学的不错吧？啊，可以加分哦。Mr. 谢，你真是一个很好的上司。哇，人家请你吃 sandwich， 你就说他是好上司。我是说真的啦。哎呦，我忘了买奶。要不要帮你去买？不用，请看。哇，这么多牛奶谁买的？我的天哪 ，Sorry 牛奶嘞！以后看到有写 sorry 的牛奶，大家都可以喝，免费供应。你家是不是很有钱呢？哎，有些事情不一定要有钱才能做啊。啊，现在啊，你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惭愧啊！上次呢，你喝我的奶啊，然后呢，我还跟你收钱，那我要还你钱啊，2块。不用啦。不用啊。那好，我就收下来啊，我就以你的名义呢，把这个钱呢捐给呢更需要的人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1人1瓶，请你们喝。谢谢 ，Sorry 奶。终于下班了。看你这么高兴啊，好像一个刚刚出院的病人哦。我们可是菜鸟护士哎，每一刻在医院都是战战兢兢、神经紧绷的，好不好？对咯。我还以为就我是这样，原来你们也会。当然会啊。虽然今天工作很紧张，不过很有满足感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护士，现在终于梦想成真。Hey, you sure not? Or is it because your results wasn't good enough that you no choice but to be a nurse? 哎 ，sorry， 他的 A level 成绩可是3个 A 1个 B 哦。你怎么学会我的口头禅？也没什么啦，还有别人考得比我更好。不过我怎么看都不觉得你像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。哎，说什么？说他长得不够聪明啊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啊，看起来聪明的人往往都不是很聪明的，就好像 Max， you look very smart。Toughness Lee, you look very smart too. 哎，好了，我要走这边，我们大家明天见。一起吧。你们住哪里？我送你们吧。你有车啊？没有。没有怎么送？我有司机啊，他就在那边等我。Hey, that's my dream car, you know. 不顺路吧？你住哪里？ Nassim Road。等一下，你说你的家在Nassim Road？对呀，有问题吗？ Hey, that's a high-end residential area, you know. Your family's so rich. Why do you want to be a nurse? Why not? 有钱就不能当护士吗？对呀，一个人出事还有离开这个世界，都少不了护士。再说，我很喜欢帮助人，当护士最合适了。你的父母对你的决定有什么意见？他们都认为当护士是一份很好的职业，所以都非常支持我。看来你的父母很爱你，不过最难得的是你的心态。苏丽，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你，你让我更加确定我的选择是对的。Have you ever hit your head really hard before? Or had a really high fever? I think once 。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健康的。Hey, Go get Sister Pauline. Oh, okay. 苏丽怎么样了？他突然间晕倒，我们就马上把他送进来了。通知他的父母了吗？刚刚明明还好好、健健康康的，突然间就陷入昏迷状态。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？只能说人生无常吧。我没有办法接受啊。人总是以为自己可以操控很多事情，不过生命是很脆弱的，很多时候说走就走，完全无法预料。苏丽她不会走的，她才19岁，怎么会？好，你先不要激动，不会有事的。
其实我当护士那么多年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怎么去接受，还有最重要就是珍惜身边的人。阿嬷最近问，为什么那么久都没看到你？你要不要陪我回家看看她？好啊，不过我不可以留太久哦。真的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打个电话。Hello， 爹地啊，你今晚早点回家，我带你和妈咪出去吃饭。嗯，进来。嗨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啊。你特地到医院来看我？你要工作，又要照顾老公孩子，我不来医院怎么找到你呢？对不起啊，爸，最近真的很忙。哎，女儿，我最近也不舒服啊，不可以帮我量量血压啊？你哪里不舒服啊？好像是这里吧。爸，你的血压、体温和心率都很正常，不用太担心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没病，那我就不能够名正言顺的来看你了。不要告诉我你装病来看我啊！哎呀，爸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啊。不如这样吧，你先去楼下喝杯咖啡，我忙完了再去找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待会儿见。爸，哎，你忙完了？我们走了，那回去，拜拜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最近真的很忙，没有时间过去看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还过得很好。我是叫你们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吗？你真的不要？我不想打扰你们。再说，我还可以照顾自己，只是有时候无聊了点。怎么会打扰呢？你看我和耀宗呢，两个都那么忙，你可以帮忙照顾不错，接他上下课的啊。这样好吗？难道你不想天天看到我很不错啊？想，我当然想啊。可是，耀宗会不会反对啊？他怎么敢反对呢？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，OK？OK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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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哎，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 no？ 因为啊，因为如果你爸爸住进来的话呢，你就不懂啊，要听他的呢，还是听我的？正所谓啊，一山不得容二虎啊，除非是一公一母。说什么废话？明明就是担心消费会涨价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啊，你有没有听过啊？相聚容易呢，相处难啊。跟这个岳父大人啊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我跟你讲，不是呢日久生情啊，而是呢摩擦会很多啊。那时候呢，你夹在中间啊，哇，左为难右为难，那时候啊，哇，命苦啊。哎呀，不然不是什么难搞的人。再说我妈那么早就过世了，是她一个人辛苦的把我给养大的，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过日子。Please 啦，孤苦伶仃 as if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呢，那你爸爸有那么多个朋友，怎么会寂寞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难搞的其实不是他，是我不管这件事情，你不愿意也得同意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不会这样独裁的哈，在我们的家哈，我们是讲究民主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你要怎么决定呢？老方法决定了，一次胜负啊。呀，
3、2。不是，早就应该玩这个啦，还要听你的废话。干嘛垂头丧气的？惨了，要出大事了。什么大事啊？你和sister关的冷战还没有结束啊 ？No 啦，那个冷战已经过了，不过热战啊即将开始了。我的岳父大人啊，今天啊就要搬来我家了。哎呦，岳父搬进来而已嘛，岳父总比岳母好，最多你就准备多一双筷子，多一张床而已啊。Hello friend， 你这呢就叫做偏见。这个岳母啊也有好的，那同样的岳父啊，也有坏的。喂，他是 sister 的爸爸 ，sister 的品质优良，他会坏到哪里去啊？如果真的话，就好咯。但是啊，事实啊，并非如此。哎，还钱啊！你欠了很久了，是不是要我在这里捣乱，连工作都丢了，你才肯还钱？哎，不用数啦。放心，我的货色齐全，有来自上海、北京、广东，还有泰国、大马、韩国、日本都有，保证菜色新鲜，保你看了流口水，吃了肯定回来找我的。价钱啦，哎呀，看你们order什么菜咯。哎，可以走了吗？哎，哦，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啊！你岳父还拉皮条啊？你为什么要那么大声啊？你要不要一个麦克风啊？对不起啊，太劲爆了这个。所以我说嘛，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啊，我怎么跟不错的妈妈开口呢？你说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就跟他说啊。跟他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心里从小呢就是由他的父亲啊一手养大的，在他的心目中呢，他的爸爸呢就好像一个皇上，崇高又伟大。我怎么忍心啊摧毁啊他偶像啊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呢？对不对啊？说的也对啊，如果你让他知道啊，对他的打击很大的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近期呢，我已经尽量的不让不错呢，还有心里呢建了个爹底了。哎呀，怎么知道啊？他竟然要搬来我的家住，真的是越怕越死啊！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现在就不用烦了。跟你讲也是白讲的，真是独臂。哎，耀宗，回来啦？吃饭了吗？哎，过来坐坐。叫我做，到底谁是主人？哇，爹地，想不到，你真的来了哈！哎呀，什么真的假的？心里没有告诉你啊？哦，有，我们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我们还猜了拳，他赢了，你很幸运，是吗？哎，你真会开玩笑的。在看什么节目啊？什么节目我都看，因为不用钱。电视节目呢虽然是免费的，不过电费呢还是要缴的。我还以为啊你是在看报纸。哦，我一边看报纸一边看电视，也节省时间啊。哦，对啊，现在的人很流行什么 multitask 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我还是建议呢你不要一心二用啊。电视呢关掉，而且啊我还注意到啊。你又开了冷气，又开了这个风扇，这个风扇呢直往你的这个头这边一直吹，小心你会头风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
关掉，关掉。这呢是为你的健康着想。可是天气真的很热啊，如果你觉得热的话，可以去冲凉啦。我想冲啊，可是你们家里没有热水器。刚才你又说你怕热，我们这里呢是习惯了冲冷水的，有益身心。哎，徐妮啊，从小就娇生惯养，我真不懂她怎么会受得了现在这种生活。正所谓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心里要过得很好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不是我要说你，你们两个的职位不低，收入也不少，有些钱该花的就得花，不要刻薄自己，也亏待家人。爹爹，没有办法，我赚的钱呢，全部都是血汗钱，每一分呢，对我来说都很重要。哎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赚的不是血汗钱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爸，哎，哇，你乖呀！我们只叫公公啊，没有看到爸爸哈，真没礼貌，满身臭汗，去冲凉走。走，来。女儿，我看耀宗好像不太欢迎我。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你要我回来住是想孝顺我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哎呀，爸，你放心，不会的。来，出去休息一下，这里真的很热。哎，家人，高先生久等了啊！哎，坐。不好意思，知道你很忙，可是我真的找不到别人来商量，所以找你来商量。很高兴你能找我，我也很乐意帮忙。我老婆的主治医生要她继续做化疗，可是每一次做完，我老婆说的非常的痛苦，而且她不想做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觉得你应该听取医生的建议，因为他是最了解你太太病情的人。可是每一次她做完，又泻又吐的，一次比一次痛，我看了很难过的。我真的希望生病的是我能帮她减轻这些痛苦，那该多好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但是这些痛苦都是暂时的。我之前看了一些抗癌专科书，里面有提到，在做化疗的前一个晚上，先吃一些止吐药，然后在做化疗的时候再服用一种特别的开胃药，然后再做一些适当的运动，之后呢就可以减轻一些副作用。当然，我不是癌症专科，这些建议呢还是需要跟他的主治医生确认的。好，高先生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能放弃，而且要对你太太有信心。谢谢。怎么一个人打球啊？一个人不能打球吗？龙华呢？他今天有课，所以我没有教他。这么贴心。那我陪你打吧。我打很久，累了，你打吧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？因为我之前拒绝和你们一起吃饭。我之后也不是也拒绝你一次吗？扯平啊！原来你不是真的约了人啊？难道你第一次是真的没空吗？你知道男人之间最讲义气。算了，过去的事情不提了。最近工作怎么样？我刚刚申请加入了临终护理。临终护理？之前我一直致力照顾和抢救病人，但是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让病人有尊严的离开也是很重要的。这点我同意。我有一个同学叫苏丽，她告诉过我，每个人的出生到离开，护士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是啊，临终前的日子是生命中最黑暗的阶段。我希望我可以陪伴着病患一起走完这生命最后一段路，不至于太沉重，
也可以帮他们画一下个完美的句点。我支持你的决定，加油！谢谢。Hello, Mr. 谢啊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喂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刚刚说的苏丽，她前几天因为脑出血昏迷了几天，刚刚 Mr. 谢打电话来说她醒了，不过情况不乐观，我要去看她。我陪你去。宝贝，你不是很喜欢 John 的吗？要不要叫他过来？都是妈咪不好，早知道我答应你们在一起。你不要自责，我已经不喜欢他了。Sorry， 思贤。什么事？你说。看来我当护士的愿望不能实现。谁说的？等你康复之后，还可以继续进行的。再说，你已经上了实习课，也算是一名护士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Daddy， 你可以帮我完成一个心愿吗？你说 ，Daddy 什么事都会答应你。如果我走了，把我的器官都捐出来。我不准你乱说话。苏丽怎么样？时间不多了，赶快进去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先天性的动静脉血管畸形，导致血管爆裂。还以为醒来之后会有转机的，没想到，赶快进去。真的很爱你们。Daddy 妈咪也很爱。下辈子再做你们的女儿，好吗？思妍。苏丽 ，Sorry， 说好一起拍毕业照，现在做不到，不要说对不起。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拍毕业照的。我帮你们拍吧。好啊，叫帅哥拍。来，看镜头，下一个啊。1、2、
叫医生。苏丽，苏丽，醒醒啊！苏丽，醒醒！关于苏丽的遗愿，你们的看法是？我不赞成你们拿走苏丽身上任何东西。太太，那是我们女儿的心愿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怎么可以在她身上动刀呢？苏丽生前叫我帮她录下一段视频，你们不妨先看一下，之后再做决定。当你们看见这段视频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可是你们不要逼我相信，我的生命虽然短暂，但活得开心、精彩就足够了。我无怨无悔。因为在我有生之年拥有了你们的爱，我希望你们能把这份爱流传下去，把我有用的器官捐出来，捐给那些需要生命的人，就像当时你们从医院迎接我的生命那样。苏丽走了，尽管大家都心有不舍，难过感伤，但工作还是要继续。表面上，日子如常。医院经常让人感觉畏惧、冰冷，但因为有了一些像苏丽这样热血的人，让它又变成一个有爱、有希望，让人可以自我反省的地方。我们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，却可以决定生命的深度和宽度。苏丽用一颗无私和善良的心，为她短暂的一生留下最灿烂的一道彩虹。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。苏丽的父母终于遵守她的遗愿，把她的5个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。他能够这么大爱，真的很了不起。因为他的无私，至少有5个人获得了新生。之前我还整天笑他，笑他每次都sorry。现在我要跟他说一声sorry都不行。你可以说啊，他听得到的，因为他就在那。我们虽然看不到他，但他一定看得到我们，因为他是天使。爱也能愚公移山，有种美满，因为能帮助对方，学会感恩，把爱传播四方。你是不是照顾我照顾到烦了，开始厌倦了？我只是想能找个人回来做家务。家务可以做啊，是你不让我做。再说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他没有义务照顾我的。你们本来已经注册结婚了，只差一句我愿意。我从动不了到现在可以走了，他就来那么一次，他眼里有没有这个大姨妈的？既然那么喜欢住院，让他继续住下去吧。当夜班真的很不容易啦。
而且还会遇到。不是吧？为什么怕人家知道你患癌啊？我不喜欢别人同情。不愿意被你麻烦的人，迟早会离开，留下来的都是不怕麻烦的人。我呢，就是其中一个。你是说不要离开我？